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用中文说没问题。是啊，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没问题或者可以。比如，我能帮你吗？你就可以回答没问题。对，表示同意或接受请求是很常用的。那除了没问题，还有别的说法吗？当然有，比如没事儿也很常用哦。没事儿，它的意思和没问题一样吗？有点像，但没事儿更多是在安慰或回应道歉。哦，比如我不小心碰了你，你说没事儿。对，或者没关系，这三个词很相似呢。哇，那没事儿和没关系有什么不同呢？没关系更强调不重要，没影响。像是你迟到了，我说没关系，等等就好。没错，而且没关系还可以用作不客气的意思。真的吗？没关系还能表示不客气？是的，比如你谢谢我，我可以说没关系。明白了，就是表示不用谢，不值得一提。还有个词叫小意思，也很有意思呢。小意思，这个怎么用呀？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比如你帮了我一个忙，我谢谢你，你就可以说小意思。哦，就是说这个忙很小，不值一提，谦虚的说法。没错。那如果想安慰别人，可以怎么说呢？安慰别人啊，我想想，用什么词呢？我们可以说别担心，意思是不用担心。别担心，事情会好起来的，是这样用吧？完全正确，这能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安慰。看来，不同的场景要用不同的没问题啊。是的，这些词虽然意思接近，但语境很重要。那有没有更口语化或者更随意的说法呢？当然有，比如好说或者小事一桩。好说，这个词怎么理解呢？好说是指事情容易办到，没什么难度。比如你拜托我，我说好说好说，是这样吗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小事一桩是说事情很小。听起来有点像成语，感觉比较书面化。没错，带点幽默感或者比较正式的时候会用。那如果别人对我说谢谢，我该怎么回应呢？最常用的是没关系，不用谢或者不客气。对，不客气也是很常见的回答。是的，不客气和没关系都表示不用谢。那如果我做错了事，别人原谅我，怎么说呢？那时没事和没关系就非常合适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学了没问题、没事儿、没关系。还有小意思，别担心，好说和不客气呢。哇，这么多！果然要多听多练习才能掌握好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，什么问题呢？我想问问，没问题和没事儿有什么区别？哦，这个啊，他们有时候可以互换使用。是吗？那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呢？比如，别人请你帮忙，你说没问题。对，表示自己能做到，很确定。如果是不小心碰到你，你可以说没事儿。哦，就是宽慰对方，表示没关系。或者你迟到了，对方说没事儿。意思是你不用太在意，不怪你。是的，他还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意思。哦，我懂了。那没关系呢，和没事儿很像吧？是的，他们常常可以通用。但没关系是不是更强调原谅？你说的对，比如道歉后说没关系。表示接受对方的道歉，不计较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没关系指没有关联。没有关联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比如你问这事跟我有关吗？我说没关系。哦，就是说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不相干。
没错，这个用法比较特殊。哇，原来还有这层意思，我以前没注意到。语言就是这样，有很多细微的差别。对呀，得多积累才能掌握好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类似的表达吗？比如小菜一碟，你听过吗？小菜一碟，听起来很有趣啊。对，它的意思就是非常容易，不费力气。哦，跟小意思、小事一桩有点像。完全正确，而且更形象生动一些。比如，这次考试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很地道。我要记住这个，以后多用用看。这样你的中文会更自然。那如果我想说没什么值得担心的，怎么说？你可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哇，这句子有点长。是的，但它很常用，表示事情不严重。哦，就是不用放在心上的感觉。没错，或者不值得一提的意思。比如，我打破了个杯子，你说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，就是安慰你，让你别往心里去。这个也很实用，很生活化。看来中文里表达没问题的方式真多。是啊，每个都有它细微的差别。我觉得这些短语都很有意思。下次遇到情况可以多尝试使用。对，只有多用才能真正掌握。我还想问你关于不客气的用法。哦，不客气啊，那个也很常用。是不是也可以表达没问题的意思？有一点，更多是感谢后回应。比如你帮了我，我说谢谢，你答不客气。对，就是小事一桩，不用谢的意思。明白了，这样就更清楚了。原来如此啊。对了，还有个词叫没事儿。没事儿，这个怎么用呢？它可以表示没关系或者没问题的意思。能给我举个例子吗？我有点迷糊。比如有人不小心碰了你，你可以说没事儿。啊哈，那如果我迟到了，也可以说没事儿吗？对，就是让他别在意，很生活化的。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点像，但更短。是啊，更简洁，而且没事儿很口语。中文的表达真的好多，又细致。是啊，那你知道包在我身上吗？包在我身上，这个是啥意思？就是说这件事交给我，我能搞定。哇，那也是一种没问题的强烈表达吧？是的，而且带着一种承诺和担当。比如朋友有困难，我可以对他说包在我身上。没错，表示你完全可以信任他。这个表达很酷，听起来很有力量。而且很常用，特别是朋友之间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个词，没毛病。哦，没毛病，这个词也很有意思。它是不是也指没问题？对，它表示没问题，很棒，完美的意思。比如我做完一个报告，你说没毛病。没错，就是夸你做得好，没有缺点。哇，这个用法很地道啊。是啊，有点网络流行语的感觉，但现在很常用。我是不是不能对老板说没毛病？哈哈，最好不要，它有点过于随意了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要注意场合。对，非正式的场合会更合适一些。还有没有其他类似这种比较口语化的？让我想想，还有一个小菜一碟。小菜一碟，那是什么？吃的吗？不是吃的，它是形容事情很简单，很容易做到。哦，就像英文里的 piece of cake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表示没问题，太容易了。
这个也很有趣，很形象生动呢。是啊，当你觉得某事轻而易举时用它。比如让我搬个箱子，我可以说小菜一碟。完全正确，表示你毫不费力就能完成。哇，今天学到了好多新词，真不错。是啊，这些表达能让你的中文更地道。对呀，我感觉学到了很多实用的。是的，日常交流中用得上。那没问题，还有别的说法吗？当然有啊，还有包在我身上。包在我身上，听起来很有趣。它表示事情交给我，我来搞定。哦，就是说你会负责，对吧？没错，承诺会把事情办好。比如朋友需要帮忙，我就可以说。对，很适合这种情境使用呢。感觉比没问题更强调责任。你理解得很到位，确实是这样。哇，每个说法都有它的特色啊。是啊，所以要根据语境来选择。那这个包在我身上是口语吗？它也是比较口语化的表达。正式场合就不能随便用，对吗？基本是这样，朋友之间用更自然。我知道了，要记住这些使用场景。多听多练就能掌握了。对了，还有没有更轻松随意的？轻松随意的啊，我想想看。比如那种特别好哥们之间说的。哦，有，像小事一桩就可以。小事一桩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它和小菜一碟有点像。也是说事情很简单，不费力气。是的，表示事情不值得一提。哈，听起来语气更轻松一些。对，带有那么一点不屑的意味。不屑，是说很自信能搞定吗？对，就是觉得太容易了，不足挂齿。原来如此，有点幽默感在里面。是的，非常地道的口语表达。那这个和小菜一碟怎么区分呢？它们很接近，可以互换使用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太好了。只是小事一桩更强调不值一提。我明白了，语气上稍微有点不同。没错，细节感受需要多体会。哇，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！哈哈，很高兴能帮到你。对了，有没有带点地方特色的？地方特色啊，比如说北方。北方人会怎么说没问题呢？他们会说甭提了，或者妥了。甭提了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甭提了是说小事一桩，不用提。哦，就是不用担心，是吧？对，或者说根本不是个事儿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北方人很常用这个。那妥了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妥了就是事情办好了，没问题。听起来很干脆利落的感觉。对，有点搞定的意思在里面。我明白了，也很实用啊。没错，两个都很有地方特色。那南方有没有类似的表达呢？南方啊，各地差异比较大。比如说广东人会怎么说啊？广东话会说冇问题。哦，是方言的说法是吧？对，就是普通话的没问题。我在香港听过这个词呢。是啊，粤语区都这么说。那除了方言，有没有别的？普通话里，南方人也说没事。没事也很常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。感觉比没问题更随意一点。差不多，语感上有些许不同。还有其他有趣的说法吗？比如四川那边会说冒得问题。冒得问题，这个也好玩。就是没有问题的意思啦。听起来有点可爱，哈哈哈。
四川话本来就很有趣吗？对了，要是很小的事情呢？像你之前说的小事一桩。有没有更口语化的？有啊，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。哇，这个说法很形象生动啊。是的，形容事情很简单。那跟小菜一碟类似吗？差不多，都只轻而易举。我发现中文表达好丰富。是啊，同一个意思有很多说法。那在正式场合怎么说呢？正式场合还是没问题最稳妥。或者说请放心也可以吧。请放心更偏向于保证。哦，跟没问题不太一样。对，语境不同，选择也不同。那如果想表示乐意帮忙呢？可以说包在我身上呀。哇，这个听起来特别仗义。是啊，表示很积极主动。我又学到一个新表达了。哈哈，以后可以多用用看。我一定会多练习的。对啊，活学活用才能记住。话说回来，没问题是不是最常用？日常生活中确实如此。那有没有不适合说的时候呢？有啊，比如太严肃的场合。哦，像开会或者报告的时候。对，那样说会显得不够正式。那应该怎么表达才更合适呢？可以说没有意义或者可行。听起来确实更专业一些。是啊，根据语境来选择很重要。对了，如果表示这没什么大不了呢？哦，可以说小事一桩啊。小事一桩，这个也很有趣。对，表示事情很简单，不费力。和没问题的意思有点像吗？有点像，但更强调事情的轻微。能举个例子吗，小美？比如你帮朋友拿快递，朋友说谢谢你帮忙，你就可以说小事一桩。这样啊，我明白了用法。是的，听起来很随意自然。那如果别人跟你说对不起呢？最常用的是没关系。没问题能用在那种情况吗？一般不用，没关系更合适。哦，原来回应抱歉有专门的说法。是的，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地盘。我还听过不客气呢。不客气通常是回应谢谢。那它跟没问题完全不一样吗？功能不同，没问题是回应请求。这样一说就非常清楚了。还是要多听多练才能掌握。我会努力的，感觉很有趣。对啊，中文就是这样丰富。那不同地区会有别的说法吗？多少会有些方言表达。比如粤语区怎么说没问题？粤语里可以说冇问题。听起来跟普通话很像啊。发音有点不同，但意思一样。还有其他地方的特色说法吗？有些地方会说小意思。小意思也是没问题吗？更多是不足挂齿的意思。哦，和小事一桩有点像吧？差不多，都表示容易，不值一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还有这种意思啊。是的，语境很重要，要看情况用。那小意思通常在哪里用呢？比如你帮别人一个小忙，然后别人谢谢我，我就说，对，可以说小意思，不用谢。这样听起来就很自然了。显得你很谦虚，又很随和。我要记住这个用法。还有一些日常口语表达，哦，快给我讲讲看。比如没毛病，你知道吗？没毛病，听起来很有趣。它也是没问题的意思。哇，这又是哪里来的说法？比较流行，尤其是年轻人。
所以用它会显得更酷吗？哈哈，可能会吧，更接地气。那什么时候能用没毛病？当你觉得一切都完美时。比如检查完一个方案。是啊，可以说这个方案没毛病。我懂了，是肯定和认可。没错，很有力度的表达。感觉这个很实用啊。对了，我们说没问题的时候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有时表示答应，有时是安慰。答应，比如我能帮你吗？对，你说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那安慰又是什么情况呢？比如朋友遇到困难时，对他说别担心，没问题。完全正确，给他信心。这样一说，用法就更多了。是啊，看你表达什么情绪。那语气也要跟着变吧？当然，语调很关键的。重音放在没还是问题？一般是没问题，强调没有。我要多练习一下发音。慢慢来，会越来越好。说到没问题，那没关系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。他们听起来很像，有什么不同？没关系，通常是对不起的回应。比如我踩到你脚了，说对不起。你可以说没关系，表示原谅。和没问题用途不一样。对，他们表达的重点不同。明白了。那没关系还有别的用法吗？比如别人帮了你，你谢谢他。我说谢谢，他会说没关系吗？对，意思是不客气，小事一桩。原来是这样，有点像不客气。是的，可以替代不客气，在很多场合。那没问题就不能这样用，对吧？一般不能，它更多是表示一个情况。比如我问你，这个可以做吗？你可以说没问题，表示可以完成。明白了，没问题更偏向可行或同意。对，或者表示没有困难，一切顺利。比如说，这个任务没问题，我能搞定。非常好的例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感觉这两个词很容易混淆呢。是的，但多听多用就会熟悉了。我会记住没关系用于道歉和感谢。很好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。而没问题是说事情没有困难。对，或者表示答应一个请求。比如我请你帮忙，你说没问题。完全正确，表示你可以做到。今天学到很多实用的知识啊。很高兴能帮你理清这些概念。我的中文又进步了一点点。哈哈，你很棒，继续努力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词呢？中文里有很多这样的小词，它们都很有趣，但也很容易用错。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慢慢学习。每次听你讲解都觉得很清楚。谢谢大明，你也很认真的听讲。我会把今天学到的都记住的。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哦。好的，我会在日常对话中多用。没错，大胆地说，不要怕出错。谢谢小美老师今天的分享。不客气，能帮助你就好。我对没问题和没关系理解透彻了。太好了，这正是我们想达到的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收获。是啊，希望我们的听众也受益匪浅。从简单的词语学到文化差异。对，中文学习就是这样循序渐进。感谢小美今天精彩的讲解。也谢谢大明提出这么好的问题。那么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中文播客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希望大家继续学习中文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